韩家有柄家传玄铁神剑，此剑一面由百炼金刚铸成，可吹毛断发，杀人不沾滴血；另一面则以千年玄铁打造，能在10丈之内吸引万斤，轻松将对手缴械。凭借内力控制，收放自如。相传得此剑者，便可称雄天下。彼时江湖突现一方势力青龙会，总舵主朱天祥武力高强，四处招兵买马，扩张势力，野心勃勃，意图称霸江湖。而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必然绕不开修得武馆。馆主徐木良武艺冠绝天下，被江湖人士共尊为武林之尊。朱天祥曾3度上门挑战，也未曾见到徐木良。幸而少馆主徐进武外出应战，剑法高超，已属一流，反手一剑在朱天祥留下剑痕。惨败而归，朱天祥心有不甘，思来想去，他觉得徐家父子能够称霸武林，全在于剑术高超。倘若对方手无寸铁，岂不是手到擒来？想到此处，他立刻赶往韩家，借由与韩家大姐有婚约在身，想要借玄铁神剑瞻仰一番。大姐并未过多设防，趁他转身进香之时，朱天祥立刻抱着神剑飞身遁走。神剑被骗走，大姐自觉难辞其咎，留下信件孤身追去，打算独自将神剑讨回。二姐与三妹看到信件，害怕大姐生出意外，立即追去，途中却偶遇了徐进武。原是徐进武料定朱天祥不会善罢甘休，定会前往韩家骗取神剑，不成想还是来晚了一步。然而几人正准备打听青龙会所在，青龙会耳目众多，朱天祥很快便寻到留宿此处的大姐，半推半就间将她带到青龙会。大姐开口讨要神剑，朱天祥直言不讳，他就是要借助神剑之威击败徐木良，成为武林之尊。大姐震惊，徐木良乃是3姐妹的师傅，神剑又是自家所有，怎能任由朱天祥肆意妄为？心思转念间，大姐提出想要一观神剑，朱天祥便令剑奴取来，而徐进武3人早已随后赶至。闻听此言，3人紧随其后，趁剑奴取剑时将神剑夺来。然而朱天祥心机深沉，3人所夺神剑实为假货。随后朱天祥拔剑逼近，利用神剑吸走3人长剑，随即一剑刺伤徐进武，3姐妹上前也被其砍成重伤。见状，二姐只好丢出剑鞘，争取时机飞身离去。随后来到大姐住处，将方才之事尽数告知。可无论如何劝说，大姐都不肯走，一心想要留下夺回神剑。2人便约定明晚在房顶碰面。朱天祥老谋深算，对此早有预料，他故意将假消息告诉大姐。看着大姐在房顶留下消息，收到如此反常的口信，二姐与徐进武都觉得事有蹊跷，决定尽快赶回修德武馆。青龙会果然向着武馆而去，为免中途发生意外，朱天祥特意吩咐手下梅影子在此留下截杀徐进武一行人。直到入夜，徐进武3人才姗姗来迟。就在二姐出门买药和长剑之时，被留守此地的青龙会发现。二姐心思灵敏，有所察觉，进入一处破庙躲避追踪。未料屋内竟是突然灯火通明，原来梅影子早已在此蹲守多时。此人使得一手飞镖绝技，二姐只能见缝插针出手，迅即将所有喽啰斩杀，腾身躲避对方射来飞镖，却是空间狭小，被其逼入死角。情急之下，拿起身旁木门格挡，随后一掌拍出，梅影子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死在了自己的飞镖之下。二姐换上梅影子的装扮，与徐进武2人打过招呼。因为梅影子本为女子，并且平日里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此番她就要冒险一试，独闯龙潭虎穴，所幸并未引起朱天祥怀疑。二姐随后寻找大姐商议，朱天祥即向修德武馆发起挑战，情况刻不容缓，必须尽快夺回神剑方可。此时朱天祥突然赶到，二姐只能暂且告退。大姐还想劝朱天祥放弃决斗，可朱天祥又怎会同意？见他心意已决，大姐心一横，决定用美人计将他留下。等到红烛熄灭后，穿好衣服的大姐取走神剑，随即便飞身离去，全然不知朱天祥并未熟睡。不多时，大姐来到武馆见过师傅，徐木良并未多言，师叔却在一旁刁难，3言2语就要将大姐指为内奸，还要请徐木良辨别神剑真伪。徐木良本不想看，却架不住大姐想要自证清白，岂料拔剑之时，一股迷烟骤然喷出，原是朱天祥早有预谋，将迷药倒入剑鞘之中。徐木良登时中招倒地，随着师叔一声呵斥，武馆弟子群起而来，将大姐围住。大姐无奈，只能动手反抗。
却在这时，朱天祥手持神剑而来，师叔顿时行礼恭迎。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内奸。武馆弟子反应过来，却已为时已晚。朱天祥神剑出鞘，瞬间涌现出一股磅礴吸力，屋内兵器被尽数吸出，任凭弟子们全力握剑，却也徒劳无功，纷纷脱手掉落地面。眼见青龙会步步紧逼，大姐含怒飞扑而来，被二姐接住，顺势暗中将解药交到她手中。大姐立刻上前为师傅解毒。朱天祥见势不妙，拔剑斩来，许木良险险避过。可他虽迷药已解，却还是在20个时辰内无法动用内力，只能凭借身后的经验对战。朱天祥缓缓推至柱子旁，施展轻功避开许木良进攻，随后反手一剑将其前后贯穿。许木良临死前奋力一击，也只是让他受了些轻伤。大姐悲愤上前，也被其一剑重创。之后，朱天祥命手下取走武林之尊的牌匾，扬长而去。大姐却被一名弟子从暗道救出，紧急送往相熟的医馆救治。隔夜，徐进武与伤势痊愈的三妹赶回武馆，刚进大门，却是见到父亲的灵位。一进大堂，四面埋伏的杀手立刻袭来。眼见对方人多势众，徐进武与三妹心有灵犀，同时上前斩灭烛火，借着黑暗与敌人周旋。这时，二姐做事与徐进武激斗，告诉他们速速离去。徐进武立刻带着三妹遁入暗道。二姐拦住想要追击的杀手，让他们在武馆外拦截，随后从暗道的另一头现身，凭借高超的演技，成功帮二人逃脱。二人同样赶至医馆，在地下密室中与大姐重逢。徐进武得知父亲惨死，悲愤之下就要去找朱天祥复仇。去而复返的二姐劝他冷静，如今青龙会势大，贸然前往只会有去无回。为今之计是要将中心武馆的弟子聚集，才能有所胜算。说完就要回到青龙会等待时机。未料等二姐回到青龙会，却有弟子被人捉住，弟子不堪折磨，就要招供。二姐只好痛下杀手，将其灭口。可如此一来，她的真实身份也就当场暴露，被青龙会囚禁于牢房之中。另一边，徐进武召集师兄弟们，为了应对玄铁神剑，全员使用木棍作为武器。等到神剑归鞘之时，就显露出棍中的利刃杀敌。却不料有内奸告密，等到徐进武带人杀至，立时便落入青龙会的埋伏。此战武馆众人近乎全灭，只剩三妹带着受创的徐进武逃离。医馆掌柜也是名隐士高手，安排他们尽快转移。前脚刚走，青龙会便后脚赶至，未能搜到徐进武等人踪迹，便将掌柜押了回去。掌柜与二姐关在一间牢房，趁着看守松懈时，掌柜奋力挣脱束缚，为二姐松绑，随即一同逃离青龙会。二姐知晓如此轻易逃出，必定是青龙会故意为之，遂各自分开解决追兵，前往徐进武等人的藏身之处，将朱天祥即将到来的消息告知。未过多时，朱天祥果真带人杀至。徐进武故意挑衅，将手持神剑的朱天祥引走，剩下的众人立即捡起长剑对战。韩家三姐妹对上师叔，师叔武功虽高，却一人难敌三剑，终是命丧于三姐妹剑下。剩下的青龙会帮众也被尽数除掉。而徐进武则是将朱天祥引至一片竹林，每当对方斩断竹子，便顺势拿在手中当作武器，神剑能触之即断。可这里竹子取之不尽，虽身上不时遭受重创，却也在渐渐消磨掉朱天祥的体力。眼看自己会被耗死在这儿，朱天祥正欲绝杀时，三姐妹却及时赶来，挡下这致命一击。三根竹子齐动，当场将其洞穿。狼子野心的朱天祥终于伏诛。此后，徐进武重掌修德武馆，韩家三姐妹也因此名扬天下。